其实普通话是我后来学的。我小时候普通话其实非常不好，大家觉得我有四川口音吗？我们在四川，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普通话呀？他是外国人，我爸爸的口音比他还重。你觉得中国的方言会消失吗？这里是 Chinese with 思涵，我是思涵，你的中文老师。大家好，欢迎来到 Chinese with 思涵，又见面了。我知道很多学中文的人一直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学的中文是普通话，但是中国有这么多地方，这么多地方的人说不同的方言，那我们现在学的普通话和方言有什么不一样呢？中国一个地方的人，他听得懂另外一个地方的人说的方言吗？上海人听得懂四川话吗？中国人什么时候说方言，什么时候说普通话呢？大家知道我是四川成都人，我平时说四川话，说成都话。今天我们就把成都话作为例子来聊一聊，来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好，开始吧。好，首先，什么是普通话？什么是方言？你们学的就是普通话。普通话是什么呢？我觉得普通话有一点像阿拉伯语。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阿拉伯语，黎巴嫩人有黎巴嫩人的阿拉伯语，埃及人有埃及人的阿拉伯语，摩洛哥人有摩洛哥人的阿拉伯语，但是黎巴嫩人、摩洛哥人还有埃及人，他们之间如果需要说话、需要交流的话，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一种标准的阿拉伯语。普通话其实就像这个标准的阿拉伯语，因为中国有很多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的人都说不同的方言。上海人说上海方言，四川人说四川方言，也就是四川话。那说四川话的人和说上海话的人要交流，要说话，怎么办呢？不能说上海话呀，不能说四川话呀，因为听不懂呀。因为听不懂，所以大家就会说普通话。普通话就是中国的不同的地方用来交流的语言。所以我和我的上海朋友和我的广东朋友、福建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会用普通话。电视上、新闻、电影等等等等，这些地方一般用的也是普通话。好，所以普通话和方言真的很不一样吗？我觉得这个要看。我们先说四川话吧。四川话，我觉得四川话和普通话其实比较像，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上海上大学。大家知道中国的大学有宿舍，大学生都住在学校里，都住在这个宿舍里。宿舍呢有不同的房间，每一个房间里有4个人，有6个人，有8个人，等等等等。我
当时的宿舍里有4个人，也就是说，我有3个室友。室友的意思就是和你一起住在这个房间的人，就是室友。我有3个室友。大学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会跟我家人打电话，跟我家人我说四川话。我的室友其实听得懂一部分，他们不是全部都听得懂，但是他们听得懂一部分，因为四川话和普通话比较像。而且也因为我觉得我的四川话不是很好，我的四川话很像普通话，因为我其实18岁开始就很少说四川话了，所以其实四川话已经忘了很多，所以我觉得我的四川话不是非常好。所以其实我的四川话非常好懂，但是比如说我爸爸、我爷爷奶奶他们的四川话，我觉得就不好懂。当然我听得懂啊，因为我是四川人嘛。但是你让一个上海人去听，让一个广东人去听，他可能完全听不懂。如果你让一个外国人去听，我觉得也听不懂。我的老公，他的中文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但是他跟我回中国的时候，我爷爷奶奶说话，我爸爸说话，或者有时候我的朋友说话，他还是听不懂。但是我的四川话呢，他能听懂一些，因为我的四川话真的不好，真的不好。好，所以方言好懂吗？这个首先要看人，第二也要看这个是什么方言。四川话和普通话比较像，但是我觉得上海话、广东话还有福建话跟普通话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的上海朋友跟家里人跟家人打电话的时候，他们用上海话，我在旁边完全听不懂，我觉得像在说另一个语言一样，完全听不懂。所以方言和普通话可以非常像，可以比较像。比如四川话和普通话，我觉得四川话和普通话可能有一点像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就是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其实很像，但是也可以完全不像。比如说上海话和普通话就完全不像。好，第二个问题，四川人平时说普通话吗？我平时说普通话吗？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和我的上海朋友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当然说普通话，不然我就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我说的话，所以必须用普通话交流，必须用普通话聊天说话交流。但是在四川，我和我的四川朋友和我的家人说话的时候，我们不说普通话，我们只说四川话。其实普通话是我后来学的，不是我一开始就会说的话。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跟我说四川话，学校的同学老师也跟我说四川话，我身边的所有人都说四川话。其实小时候我不会说普通话，
普通话是什么时候学的呢？普通话应该是上小学以后，也就是6岁，6岁的时候学的，所以我是6岁的时候学的普通话，也就是我现在用的这种语言。我小时候普通话其实非常不好，我小时候普通话非常非常差，非常非常不好。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因为那些教我说普通话的人普通话也不好，比如说我爸爸、爷爷奶奶，他们普通话都不好。我妈的普通话还可以，但是也不算非常好。所以我小时候的普通话非常不好。我觉得我小时候会用四川话说普通话。什么叫用四川话说普通话？就是我可能觉得我在说普通话，但是其实很多词是四川话里的词。比如说啊，我在和他谈恋爱这句话，我在和他谈恋爱，也就是他是我的男朋友，我是他的女朋友，我们在谈恋爱。但是四川话里我们不说谈恋爱，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刷朋友。所以我会说，哎呀，他和他们2个人他们在刷朋友。所以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四川话，但是因为我不知道普通话里说他们在谈恋爱要说他们在谈恋爱，我不知道，所以我会用一些四川话的词去说普通话。还比如啊，大家知道普通话里我说，哎，我要蹲下来，我要蹲下来。蹲下来，在四川话里我们也不这样说，我们说鼓到气。我会跟我妈妈说啊，妈妈，我要鼓到气。我妈就会笑我，她说你想说的是蹲下来，是不是？我小时候不知道蹲下来怎么说，所以我会用四川话去说。还比如普通话里我们问你在干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在干什么？成都话里也不是这样，成都话会说你在爪子，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不是干什么，是爪子。所以我小时候说普通话的时候，我会用普通话说你在，这个没问题，这个我知道怎么说。但是我会用四川话说做什么干什么，也就是爪子。所以我会说你在爪子。所以这句话大家不要学啊，这个不好，这个不是好的中文，不要学。只是给你们一个例子，因为我小时候的普通话真的不好，但是我现在的普通话非常好，所以大家放心，不要担心，你的中文老师的普通话非常好，不用担心。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普通话非常好，但是确实四川人平时不说普通话，所以很多四川人的普通话很差。我们其实在学校，比如说你小学、中学还有高中的时候，其实学校的规定是说普通话。规定是什么？学校的规定就是说，学校说你必须这样做，你必须这样做，你必须那样做，这个就是学校的规定，一个规定。其实四川的学校的规定是，在学校必须说普通话。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我知道在上海，
他们上海人在学校也必须说普通话，不能说上海话。所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学校的规定是说普通话。但是你知道，其实很多老师的普通话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他们的口音非常重，他们的口音非常重。我觉得我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的普通话其实口音都比较重。我有一次我的老公跟我一起回中国，回四川成都。他是外国人，但是他的中文非常好。我听他和我爸爸说话，我发现我爸爸的口音比他还重。我发现他的普通话比我爸爸的普通话好。因为很多四川人的口音真的太重了，太重了。所以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他们的口音也非常非常重。但是学校规定他们必须说普通话，怎么办呢？他们就会用非常差的普通话跟我们上课。所以上课的时候我也会说普通话，我也会跟老师、同学说普通话。但是下课以后，下课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四川话。当然了，回家也是和自己的家人说四川话。所以我觉得其实四川人大多数时候都在说四川话，可能这个也是为什么四川人的普通话不是非常好，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在说四川话。 Commercial break. If this podcast helps you improve your Chinese, a Spotify review or a like and subscription on YouTube would really help support the show. You can find the transcript and vocabulary for this episode on my Patreon, linked in the description. And if you can follow this episode but still struggle to speak comfortably, my online classes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turn input into real conversation. Now, back to the episode. 好，现在我有四川口音吗？大家觉得我有四川口音吗？我觉得我没有四川口音，我觉得我的普通话很标准。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我身边有福建的朋友，上海的朋友，还有北京的朋友，他们都说我没有口音，他们都会说我没有口音。当然啊，没有口音这句话其实不对，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有口音。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北京人，如果我是一个北京人，那我的 podcast 一定不是这样的。我的 podcast 听起来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大家知道那个音，如果我是北京人，我可能会把这个音发得非常重。比如说我的英语很好，我的英语很好，但是大家知道我不是这样说话的，对吧？我不会说我的英语很好，我会说我的英语很好。这个不是非常的重，所以 OK， 你可能不能说我完全没有口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音，但是可以说我的口音比较中性。中性是什么？中性就是说可能
听不出来是哪个地方的口音，就是可能口音不重，听不出来，就是中性，中间的中性的口音。所以可能我的口音比较中性，所以如果我去和另外一个地方的中国人说话，他可能听不出来我是四川人，他可能听不出来我的母语其实是四川话。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海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说话，好，大家知道中文里我说哎，过来，对吧？我让这个朋友过来。普通话你可能会说过来，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当时刚去上海，还有说四川话的习惯，我那个时候可能还有说四川话的习惯，所以我没有说过来，我说你过来嘛。这个可能就有一点四川话的口音，因为四川人说过来，我们会说过来，我们会拉得很长很长很长，我们会说过来。然后四川人喜欢在每句话后面加一些语气词，大家知道语气词是什么吗？中国人其实很喜欢用语气词啊，比如说中国人喜欢用的什么啊、呢、啦、嘛，还有哎啊，很漂亮哎，这个东西很漂亮哎，或者说我不知道啊，这些啊、哎之类的就叫语气词。四川人也喜欢用很多很多语气词，所以我们说过来，我们不会直接说过来，我们说你过来嘛，我们会这样说。所以当时我朋友听到我这样说，就笑我，他说我以前一直不觉得你有口音，但是听到这句你过来嘛，我还是发现你是四川人，你确实是四川人。好，最后我还想说，我发现现在的四川的年轻人的四川话说得越来越差了，我就是一个例子，对吧？大家看，我就是四川年轻人，但是我的四川话说得越来越差了。为什么呢？我当然是因为我18岁以后我就不住在四川了，但是还有很多四川年轻人，他们虽然住在四川，但是他们的四川话也越来越像普通话了。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学校里你必须说四川话，学校里你必须说普通话，学校规定你说普通话，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开始说普通话，朋友之间也开始说普通话，所以四川话用得越来越少，所以他们的四川话越来越差，越来越像普通话了。这个问题我也跟上海的朋友聊过，他们也有这个担心。很多上海人的担心也是因为上海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这个很大的城市里有来自不同城市的人，有来自成都的人，有来自北京的人，有来自重庆的人，有来自很多很多地方，很多很多不同的城市的人，在一个有很多地方的人的大城市里，其实你会经常说普通话。其实上海人现在经常说普通话，他们的上海话他们已经说的不多了，而且他们也跟四川一样，在学校里不能用普通话啊！我怎么老是说错？他们在学校里不能用上海话。
不能用上海话，所以现在很多上海年轻人上海话说得越来越差。我前几年回成都，我还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在餐厅里，还有在你去商店里、餐厅里、咖啡店里，服务员都跟你说普通话。虽然我们都是四川人，但是他会跟我说普通话。我刚开始我会想，我们在四川，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普通话呀？所以他用普通话问我，我会用四川话回答他。其实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四川的咖啡馆、餐馆，还有商店，都规定他们的店员、他们的服务员必须要用普通话。客人说四川话没有问题，客人可以说四川话，但是现在店员都必须说普通话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成都有很多游客，然后有很多游客他会抱怨说每次跟四川人说话，他们都会用四川话。比如说啊，有的其他地方的游客，我们说外地就是四川以外的地方，上海以外的地方，北京以外的地方就叫外地。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四川旅游，然后他问路，他找不到路了，然后他来问路，他会问，你知道这个路怎么走吗？然后四川人会用四川话回答他。所以很多外地人会抱怨说，四川人老是说四川话，他知道我听不懂，他明明知道我听不懂四川话，还是跟我说四川话。所以很多外地人会抱怨四川人老是说四川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理解这些外地游客，我也理解四川人。四川人说四川话其实不是因为他喜欢，不是因为他看到这是外地人，但是我想说四川话，不是这样，他不会这样的。但是很多四川人他看到你是外地人，还是跟你说四川话，其实只是因为他的普通话不好，真的是因为他的普通话不好。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像很多外国人说巴黎人只说法语，很多是不是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去法国巴黎旅游的时候说，每次跟法国人说话，他都会跟你说法语，虽然他知道你听不懂法语，但是他还是会跟你说法语。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因为这些法国人的英语不太好，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知道在四川很多人跟外地人说四川话，真的只是因为他的普通话不好，或者他以为他在跟你说普通话，但是你觉得听起来像四川话，因为他的口音非常重，所以有可能他已经在跟你说普通话了，只是他说得很差，所以你以为他在说四川话，但是其实他在说普通话。我为什么说这个？我是因为我说我前几年回成都的时候，餐厅、咖啡厅里的很多店员都说普通话，我觉得有一点难过，因为我觉得感觉
感觉四川话正在慢慢消失，我有一种这种感觉。其实中国的很多方言，我觉得都在慢慢消失。上海话可能也是这样，有上海朋友也在跟我说，觉得上海话也在慢慢消失，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都说普通话，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在工作的地方都说普通话，所以他们的四川话越来越差了。所以确实，我觉得四川话有一天有可能会消失，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四川话会消失吗？你觉得中国的方言会消失吗？应该不会消失吧，消失应该不至于，但是现在普通话非常的强势，强势，方言非常的弱势，这个就是弱势，一个强势，一个弱势，所以我觉得现在普通话非常强势，到处都是普通话，到处都在说普通话，大家都在说普通话，非常的强。四川话呢，其他方言呢，只能跟自己的家人说，跟朋友说，而且年轻人也说得越来越差，所以感觉方言越来越弱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我有一点担心的问题，因为我很喜欢中国的不同的方言，我也很喜欢四川成都话。好，这些方言，很多人觉得他们很土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一个人他穿的衣服非常非常丑，你可以说这个人穿衣服很土，但是这个词不是很尊重别人，像比如说上海人可能会说，你们四川话是乡下人的话，好土啊！你们四川话是乡下人的话，非常土。这个乡下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有城市里的人，也有乡下人。不住在城市里的人每天种地、种蔬菜、种水果的地方就是乡下。所以上海人可能会说你们四川人是乡下人，你们四川话很土。这个可能就跟巴黎人觉得法国其他地方都是乡下一样，巴黎人可能也觉得巴黎以外的地方很土，都是乡下。对，土就是这个意思，土。所以在中国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方言很土。对，方言其实我也觉得四川话听起来有一点土，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四川话。最后教大家一句我最喜欢的四川话吧。四川人，比如说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啪停电了。这个时候会说什么呢？可能很多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会说停电了。停电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灯不亮了，突然黑了，没有电了。所以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他们在吃饭，吃着，突然啪停电了，他们会说停电了。
但是四川人会说什么呢？四川人会说哦吼，会说哦吼，这个就是四川话的啊，糟糕，但是没办法，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四川话。好，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下次再见，拜拜。